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你见过最惨绝人寰的是什么案件？1998年8月31日，一个血腥的场面发生在李青海叔叔的家里。当时全家13口正在享用晚餐，李青海手握砍刀，腰别手枪，直接闯进了家门。全家人都被吓了一跳，毫无防备地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他首先将自己的亲叔叔枪杀，然后又残忍地屠杀了全家13口，甚至不放过只有2岁大的婴儿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即便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行径，李青海却被一些人称赞为是真正的男人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李青海与叔叔之间又有何深仇大恨？又为何他会下此狠手？李青海的故事可以从他的童年开始说起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，他生在湖南新赵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，他的父母很恩爱，家境也算殷实。可就在他3岁的时候，母亲突然的病去世了，从此他的人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李青海自小跟着父亲生活，但由于他的母亲早逝，父亲又无力承担教育的责任，从小就处于没有人管教的状态，这让他的性格愈发古怪。村里的孩子们都认为他是个不受管教的怪胎，甚至不敢跟他交往，这让李青海变得越发极端和孤僻。于是他很早就辍学，和一帮社会青年混在一起。年幼的李青海并不安分守己，常常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，特别是听到有人说他的坏话时，他就会火冒三丈，拿起家伙就去找麻烦，这也让他多次被送到派出所。不过因为他年龄小，警察们通常只是口头教育一番就放他回来了。渐渐的，李青海的交友圈变得越来越不正常。他在成年后与一群不良青年结伙打架斗殴，导致双方严重，最终被判入狱。在冷酷无情的牢房里，李青海默默地等待着父亲的到来。但2个月过去了，李青海却始终没有等到。孤独的日子让他逐渐陷入绝望，甚至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事实上，这是因为当时李青海的父亲和邻居们发生了不愉快，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斗殴。过程中，年迈的李福石实在无力抵抗，很快被2个邻居打倒在地。但他们此时竟然没有停手，继续朝着父亲的头部猛烈攻击，最终导致父亲惨死在血泊中。当狱中警告李青海他的父亲已经被人杀害，而听到这番话的李青海心头仿佛被打了一记重拳。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至亲就这样被杀害了。愤怒和悲痛交织在一起，李青海下定决心要为父亲报仇。为此，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天仇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他要让自己永远铭记，要让害死父亲的人得到应有的报复。在狱中表现优异的李青海得以获得减刑机会，终于重获自由。一踏出牢门，他便开始了他的复仇之路。他在冲中得知父亲在杀害的过程中曾跑到堂叔李某家寻求帮助，但没想到他的堂叔却冷漠无情地拒绝了，眼睁睁看着李父被打死。更加让他恼火的是，堂叔为了从李子文家捞点好处，竟然帮助李子文做伪证，导致李子文只判了无期徒刑。所以他的报复目标不仅是要砍死李洪才和李子文，还包括那个曾经见死不救的无情堂叔。他发誓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，让他们也感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绝望。李青海虽然一心想为父亲报仇，但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2人已经被判刑，无从下手。于是他另辟蹊径，锁定了他们的家人作为报复目标。这时他盯上了一个独自在家的女人，她就是李子文的妻子。李青海趁着她丈夫被判刑，便开始诱惑她。出于李青海的意料的是，这个女人很轻松就上钩了。丈夫坐牢期间，她寂寞难耐，很快就化被动为主动，和身材高大帅气迷人的李青海勾搭上了。李青海在村里大张旗鼓宣扬这段关系，以此来羞辱李子文。2个人还到监狱里一起看望李子文，这让李青海更是得意。这样当着面抢别人的妻子，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感。但李青海的邪恶行径并未止步于此，他哄骗李子文的老婆前往深圳做买卖，却将她卖进了发廊，强迫她卖淫赚钱。靠着卖淫的钱，李青海在深圳一下子翻身，决定自己当老板。他之后又从家乡和火车站骗来一些女孩，通过暴力手段迫使她们为自己卖淫。过程中整整40多名女孩被他奴役压榨。时光飞逝，10年匆匆而过。李青海凭借自己的毅力和勇气，
在深圳打拼的事业有成。然而，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没有忘记复仇之事。听说李子文和李洪才即将刑满释放，李清海的怒火再次燃烧，他不惜花高价在黑市上购买了大量的枪支和弹药，并雇佣了几个凶残的亡命之徒，之后就坐火车回到家乡。为了让所有人知道他的复仇行动，李清海特意在开学季当天带着手持枪支的同伙闯入校园，抢劫了学生们的贵重物品，甚至还挟持了校长。在全校师生面前，他倾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。1998年8月31日，当天晚上，李清海和他的手下们出现在了堂叔李某初家门前。那个晚上，李某初一家人正围坐在饭桌前享用团圆饭。当李某初询问李清海的来意时，李清海直接拔出手枪，指着他的脑袋，一声枪响就结束了李某初的生命。整个家庭顿时惊恐不已，惊呼声和哭声混杂在一起，恐惧笼罩了整个屋子。几个手下闯进院里，李清海一脸怒气地朝着一家人大吼：“你们是不是一直想看着我父亲被打死？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同样的痛苦！”说完，他举起枪就开始疯狂射击。子弹打完了，他又拿起大刀到处乱砍，一切桌椅板凳都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。整个屋子一片混乱，惨叫声不断，血肉横飞。这间屋子里不仅有8岁的小姑娘、10岁的男孩，还有刚刚2岁的婴儿。但这群暴徒却毫不留情，一刀接一刀的将这个家庭的老老少少无情屠戮殆尽，那些孩子也未能幸免。当警方赶到现场时，他们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，尸体七零八落地散落在乱地上，整个屋子都鲜血淋漓，墙壁和地面上被血液渗透，场面给警察们留下了不小的阴影。谁也无法想象，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种骇人的场景，一家13口遭到残忍杀害，震惊了当地。警方紧急出动，很快除了主犯李清海，其余4名凶手被在逃亡路上抓获。之后的几天里，警方通过缜密侦查，在一辆从湖南开往上海的火车上，发现了正躲藏在卧铺底下的李清海。法院在宣判前发现，李清海的罪行极其恶劣。首先，李清海以引诱和组织的方式，让李子文妻子和一帮女孩沦为卖淫的工具，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我国刑法中组织卖淫罪。其后，他更是率众杀害了一家子人，这些罪行涉嫌触犯了故意杀人罪和非法买卖枪支。但要对以这些罪名的量刑标准都足够他枪毙好几次。1999年的11月，李清海被推上刑场。当死亡降临时，李清海的脸上仍然带着冷漠的表情，目光中满是坚定和怒火。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行忏悔，也没有流下一滴泪，他的嘴角上笑，似乎还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。李清海是一个极具目的性的犯罪分子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，策划了多年的杀戮行动。虽然李清海确实遭遇了不幸，但他的行为过于极端，被仇恨操控的他逐渐变得毫无感情，被生命不再有一丝尊重和同情。他的复仇行动已经不只是针对个人，而是整个社会的狂暴宣泄。我们不应该盲目推崇这样的人，而这一切都说明着，仇恨只会让我们失去理智，唯有宽容与理智才是走出阴影的正确方法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湖南13口灭门惨案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。我是阿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